蒙面财经，朋友们好。最近很多这个财经媒体啊，看到国内开始启动这些基建计划啊，什么25个省份50万亿了啊，什么这个多少个省份多少万亿了啊，上来就说这个基建要狂潮了啊，基建要开启基建狂潮，然后货币要大贬值了啊，我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了。我今天就给你们讲一讲啊，为啥这次基建起不来，而且注定是无源之水，无木之本。首先大家看一下这些基建的计划哈。这个25个省50万亿啊，排名前3的这个投资总规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第一名这个广东省的投资总规模5.9万亿，第二名云南省的投资总规模5万亿啊，第3名四川省投资总规模4.4万亿啊，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比当年这个08年的4万亿要大得多啊。要想当年这个08年搞4万亿的时候，大家已经觉得这是天量投资了啊，现在就一个省就给你来个4万亿。啊，你说这里需要多少货币量，多少水量？然后这些年啊，大家想一想，这个搞了多少基建，修了多少桥梁、隧道、高速公路啊？你就说高铁吧，从08年时，当时就一条从北京到天津的这个城际高铁啊，现在是做到了3.5万公里的高铁，全球有一半以上，60%接近的高铁里程都在中国。从这个4纵4横一直到现在的这个8纵8横啊，高铁都已经修到基本只有几十万人口的这种4线城市了，甚至有些城市都喊出来说是这个市通高铁啊，县通高铁。但是这些高铁其实除了这个京沪高铁和这个长三角上的沪宁高铁啊、沪杭高铁啊，就是长三角这一带和这个珠三角的这个，比如广州到深圳的这个高铁啊，大部分高铁其实都是这个不赚钱的，都是亏钱的啊。可以说90%多的这个线路都是要靠这个财政补贴的。再说说这个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也很夸张。很多西部的这个高速公路一年也没有多少车流量，你现在国内开车自驾游啊非常方便，无论你是开到这个中国的大江南北啊都没有问题，什么新疆啊、西藏啊，这个高速公路都是四通八达的。我记得这个2014年的时候，我在西藏那个自驾，当时就是有些路嘛特别难走，有一个叫通麦天险的啊，就是有一段路特别难开，旁边就是雅鲁藏布江啊，在边上右边就是这个大山啊、泥石流啊。道路又很泥泞，就那段路每年都出事故啊，就是非常非常险。然后2018年的时候，我再去西藏，再去那边这个318啊，这个国道自驾的时候，就完全已经变了样。什么通麦天险啊，什么这个什么墨脱公路啊，什么都修成高速了啊。从那个拉萨到这个林芝那段，全部都是高速，非常非常畅通，一路畅通无阻。你想，连这个新疆和西藏这么偏远的地方都修了高速公路啊。你说未来还往哪里修啊？难道修到村里吗？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看这个一带一路啊，中国为什么要搞一带一路计划？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国内的空间啊，基建空间越来越窄了，越来越有限了。我们又积累了大量的这个基建产能，钢铁啊、水泥啊、煤炭啊这些跟基建相关的这些传统产业啊，产业链上的这些公司要赚钱，员工要有饭吃，对吧？产能要有地方消耗啊，所以一带一路计划就横空出世了。投资本来呢是为了更好的这个将来消费啊，可我们把它当成了挽救经济于水火的灵丹妙药啊！不是说基建不好，其实基建呢需要有一个度。我其实有时候开玩笑说，我说啊，中国这20来年啊，修的路啊、筑的桥啊、架的高铁和机场啊，基本把子孙后代的活都集中在这20来年都给干完了啊！未来2、3代人啊，就是将来就没活可干了，那只能失业了。对吧？你把这个整个未来的活儿、子孙后代的活儿都给提前放在这么10几20年都给干完了。好了，讲了这么多啊，那我们现在就来分析分析，为啥这次基建投资跑不起来啊？它注定是雷声大雨点小。其实核心的原因就2个字：没钱。钱从哪里来啊？大家可能马上会就是下意识的想到放水嘛，央行放水，对吧？我这里讲2点哈，就是第一点，大家要知道，这个放水呢，不是说这个钱啊直接从这个中央银行就到了这个企业的手里，啊，到了居民手里，它得透过这个商业银行，就商业银行才是真正放水的主力军啊，也就是银行信贷，它要靠这个商业银行的信贷，然后这个货币的扩张，然后把这个钱啊，这个打到这个企业的手里啊，到居民的手里。其实这里面过程呢，它就需要一个核心的抵押物啊，在中国呢，这个抵押物就是房地产。我之前有一期节目讲过，我说房地产呢不是蓄水池，它是一个信用放大器啊，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回去看一下那期节目啊，就为什么它是个信用放大器。也就是说放水呢，真正的这个所谓放水，它需要房地产这个核心的抵押品从价和量2个方面的扩张，就没有房地产的这种狂飙突进啊，没有价和量2方面的这种扩张，就没有真正的大放水。
相反，一旦这个房地产交易放缓啊，交易迟缓，或者房地产不好卖了啊，量下来了，你就马上就会看到整个社会上的这个到处都缺钱啊，哀嚎遍野，整个资金链就非常非常紧张啊。就像现在啊，大家如果做企业的应该有感受啊，其实资金链是非常紧张的。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15年、16年的时候，房地产当时啊拔地而起啊，就是在这个刺激政策下啊，多次降息降准下，放开限购啊，这些政策下拔地而起啊。然后那个以后呢，地方政府得到了钱，对吧？卖地以后有了钱，然后基建那个时候就非常疯狂，很多的工程其实都是在这个房地产当时激活以后，迅速得到了推进啊。为什么？就因为地方政府有钱了，地皮卖得出去了。然后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啊，各种城投债都发了出去了，而且利息还特别低。那2016、2017、2018年基建的增速呢，都是以20%的速度递增啊，可见这个房地产激活以后啊，这个水源啊，这个钱袋子啊，多么充沛啊！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有多鼓多胀。大家想一想，多少高铁线路啊，多少城市地铁线路啊，是不是就是在15年以后开始这个建起来的，就开始这个狂飙突进的，对吧？一个基建项目是怎么运行起来的？它首先啊得有这个资本金吧，对吧？然后你再向银行贷款。那这个资本金从哪里来啊？要么就是卖地收入，要么就是发债。而这两项呢，都是基于房地产的这个销售畅通，得卖得出地啊，你得卖出地，然后你发债的时候，人家才愿意去买你这个债，相信你将来能还得起啊。不行，因为你有卖地收入啊，你能卖得出地啊。那现在呢？大家如果有在政府部门工作，或者在帮地方政府融资的金融机构里面工作啊，就知道现在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有多大，有多缺钱。我之前有一期节目专门分析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几个来源，讲到地方政府收入啊，无外乎就来这么几个来源啊。第一个是本地政府的税收，第二个是卖地收入啊，第三个是发债收入，第四个就是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第五就是往年的结余调转。那目前在这种就是这个三保啊，所谓三保就是保工资、保民生、保运转啊，这是中央这个财政部的一个号召啊，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三保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你地方政府哪有余粮去大搞基建啊？你能把公务员工资发了啊，能把这个民生保住了啊，能运转好了，这就已经很不错了啊。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情况下，这2月的这个财政收入和3月的财政收入都不太理想啊，再加上很多的这个企业复工情况也不理想，整个这个财政收入掉得很快。所以说呢，整个地方政府其实是很缺钱的这个时候。所以大家讲了这么多，大家可以看到，地产和基建其实是不分家的，他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房地产这个钱袋子，那是开不了这个核动力印钞机的，对吧？房地产这个游戏的本质是啥？其实它不就是居民储蓄，甚至是6个钱包啊，也就是夫妻俩加上这个双方父母，一辈子辛辛苦苦攒那么点钱。然后拿去当首付，再把未来再透支个未来的2到30年，按揭买那么一个只有大概70年产权的一个钢筋水泥的一个铁东西嘛，对吧？你想想，这首付的钱加上透支未来的20-30年的钱，最后到了谁的手里啊？你会说啊，到了地产商手里嘛，对吧？那地产商算啥？其实它只是政府的一个白手套啊，真正大头的钱啊，卖地收入啊，税费啊，将近60-70%啊，这些钱最终其实去了地方政府手里啊，他这个地方政府啊，拿着你的首付加上你透支未来20-30年的钱以后，他又去干了什么呢？对吧？他拿这个钱，第一啊，他是维持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的运转啊，第二呢，就是去搞了你们所说的这个大基建啊，搞了这个专家们说的这个大基建。不管这基建是什么玩意儿，是传统的铁公基，也就是铁路、公路、机场也好啊，老三样，还是现在的所谓的新基建啊，什么5G 网络啊、数据中心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信用放大器啊，也就是这个房地产企业啊这个情况。你看一下最近啊，这个房地产企业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股票走势都非常不太好。你看中国恒大啊、碧桂园啊、万科啊，这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前3强啊，去年18年、19年每年的销售收入都在将近5000亿以上啊，就是光一个企业的这个销售收入都5000亿以上。我经常有时候说，我说你看这个中国的房地产企业行业做到多大啊？一家企业的这个销售额相当于有些行业的销售额。你看整个家电这个行业的销售额一年也就8-9千亿，那你中国恒大去年1年房子就卖了将近7000亿销售额啊！你说那其他产业还怎么活？其他行业的日子该有多苦啊？想赚那么点钱有多难？那你看现在这些上市公司、房地产上市公司股价都在不停的下跌，而且他们马上就会迎来这个还债的高峰。
从统计数据看2020年房企境内的债券海外的发债，再加上房地产的信托在这三部分加起来的这个预计的债务是 1.46 万亿。从今年的月度分布来看就一直是逐月上升，债务压力的峰值就在今年的这个7月份7月份就是这个整个房地产企业债务的一个峰值。最后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下，什么叫这个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就是这个银行怎么是这个商业银行是怎么把这个贷款派生出去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存款准备金率是个什么概念货币乘数是个什么概念简单说一说，因为这个概念很重要，很多人不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这降准呢都说是放水，但是这水又是怎么放出去的那大家就看一下简单的这个图看一下我希望就是你们能理解我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话去讲。那这个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呢，就是大家知道央行呢要求这个商业银行缴纳一定的这个比例的存款准备金缴到央行作为一个准备金就是防范将来这个有一些挤兑或者有一些动荡对吧？你得有一些余粮存粮存到央行里面。所以比如说这个原始存款是10万吧，这10万呢这个到了这个第一家，比如到了一家银行 A 银行吧，就到了第一家银行吧，到银行以后它不能全贷出去，它只能贷出去90万，有10万也就是 10% 呢是上交到这个央行作为存款准备金的。那好了，他贷出去的这90万呢，比如说这个 A 企业拿到了，他又把这90万呢又存到了 B 银行比如说存到了这个第二家银行，存到第二家银行呢，这银行呢又要交 10% 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交给央行，那就是交了这个9万，对吧？然后他把81万然后这个就给贷出去那贷出去以后呢，比如说贷出去以后，这个 C 又拿到了这81万，拿到了这81万以后呢他又得这个他又这个存到了这个比如第三家银行，存到第三家银行以后呢，他拿到这个钱以后呢，他不能全贷出去他只能贷 10% 那就是81万的再乘以 0.9 对吧，乘以 1.10%， 然后这部分呢再贷出去，所以这就是有一个派生动作。其实这是个微积分的一个概念我把这个公式列出来，其实大家如果对这个就是学过这个东西的，一看就能明白就是10万这个最后从原始存款的10万到最后的100万是怎么这个演变过来的呢？它其实就是10万加上10万乘以个 1.10%， 再加上个10万乘以 1.10% 的2次方，再加上加上个10乘以 1.10% 的3次方一直加到无穷对吧？然后最后等于100万，其实就是 10% 的一个倒数就是放大了10倍。其实就是说你如果是 10% 的存款准备金率，最终呢你原始存款从10万可以派生到扩大到10倍，也就是到100万，对吧？如果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 5% 呢，那就是20倍，对吧？就是这个10万可以变成200万。那我们国家现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呢，从这个07、08年当时比较高，从 22% 一路下调，随着刺激经济嘛，一路下调到现在的一个综合的存款准备金率大概就是在 10% 这个位置那这里面大银行、中型银行、小型银行还不同大银行高一点中小银行少一点你像最低的这个城商行农商行，它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只有 6% 7%，非常低。所以说我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告诉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老讲的这个银行的这个存款准备金率包括这个放水货币派生，它是个什么概念它不是从央行直接把这个钱给到企业给到个人它要透过商业银行尤其是这个商业银行有一个放大效应，然后把这个钱再给出去，再派生出去在派生的过程中呢，它是有一个乘数效应你比如基本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个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这个倒数的效应比如 10% 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那就是可以放大10倍，明白吧？好，那我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个概念就是大家能理解最好不理解的话我们后面还会再会有节目可能还会设计再去讲。好了，今天我就先讲这么多欢迎大家支持转发订阅，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